窗户纸给捅开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开学刚刚2天，庞凤华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完全是庞凤华的自我暴露。庞凤华的床位是上床，他有一个习惯，如果赶上时间紧迫或者心情特别的愉快，在他下床的时候，他的最后一步总要跳下来。这一次庞凤华就是跳下来的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庞凤华一下床便是一声尖叫，躺在下床上直打滚。大伙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围过去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。玉央以为庞凤华的脚崴了，抱起庞凤华的脚一看，吓了一跳，在庞凤华的脚后跟上发现了2颗图钉，因为用力过猛，2只图钉早已经钉到肉里去了。玉央只能把庞凤华摁住，帮他拔。图钉是拔出来了，庞凤华的脚后跟上却拔出了2个洞，拔出来2柱血。庞凤华的脸都疼得变形了，顺手就给了玉央一个大嘴巴，说：“是你放在我鞋里的，就是你放的。”这就蛮不讲理了。庞凤华这样说真是没有任何道理。这1个学期班里头要开素描课，每一个同学都发1盒图钉，他庞凤华自己也有，凭什么就是玉央放到他的鞋里去的呢？是他自己不小心掉进鞋里的也说不定。玉央捂着嘴，眼泪在眼眶里头转。宿舍里没有人说一句话，除了庞凤华的大哭，所有的人都默不作声。大伙儿其实是知道的，庞凤华这样说没有别的意思，一定是疼极了，恼羞成怒罢了。不过玉央可不是这样想的，透过泪水，玉央终于看清了庞凤华的狐狸尾巴。他庞凤华凭什么一口咬定自己？凭什么认定了玉央在报复他？他的心里有鬼，一定有鬼，肯定是他了。玉央硬是把眼眶里的泪水忍住了，逼了回去，眼角慢慢的翘了上去，都有点像笑了。玉央想，好，庞凤华，好。玉央放下手，转过身，一声不响的出去了。无缘无故的掴了人家一个大嘴巴，庞凤华到底还是怕了。别看玉央老实，到上面去告自己一个刁状，那也是说不定的。一想起玉央的那股子眼神，那股子冷笑，庞凤华老大的不放心。当天晚上，庞凤华一瘸一拐的找到了班主任，一见面就哭了。班主任认认真真的听着庞凤华说完了，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是痛心疾首的样子，说：“都怪我，怎么把你惯成这样？”班主任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呢？”谈话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了，2个人谁都不说话，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日光灯的振流器在不知好歹的乱响。庞凤华低着脑袋，不停地抠指甲。班主任到底心疼庞凤华，他那样的伤心，那样不停地流泪也不是事儿。班主任把庞凤华的手拿过来，正反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看不出，你还蛮厉害。”这一来，庞凤华的泪水才算止住了。庞凤华后退了一步，把手抽回去，放到了身后，很惭愧地咬住了下嘴唇，身体很不安地在摇晃。班主任板起脸，严肃地说：“下不为例，下次可不能这样了，要不我打你一嘴巴看看。”班主任一边说，一边还扬起了巴掌。没想到庞凤华却抬起头来了，往前跨了一步，歪着脑袋，把脸一直送到班主任的面前，轻声说：“你打。”这样的场景，班主任没有料到，手还在空中，人已经失措了。打！一双眼睛近在咫尺，那么近，就那么看着。不敢了吧？还是没胆子了吧？班主任的胳膊一点一点的降下了，只降了一半，
人却僵住了，像一座雕塑。而庞凤华也僵住了，成了另一座雕塑。这样的场景完全是一次意外，却折磨人了。两个人都渴望着下一步，可两个人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是什么。他们听到了喘息声，毫无缘由的汹涌澎湃，脸上全是对方的鼻息，像马的秃噜。最意外的一幕到底出现了，班主任突然抱住了庞凤华，拦腰将庞凤华搂在了胸前，十分的梦浪，却反而顺理成章了。他的嘴唇准确无误地落在了庞凤华的嘴唇上。庞凤华一个踉跄，还没有明白过来，就已经什么都明白了。两个人都没有吻的经验，由于是第一次，所以格外的笨，格外的仓促，恶狠狠地撞击了一下。其实这个吻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吻，因为极度的恐惧，极度的渴望试探，匆匆又分开了。但是这一下对双方来说都是致命的一击。虽然恐惧到底没有能够止住，到底正式的开始了，吻了，妥当极了，粘在了一处，撕都撕不开。这个吻还没有吻完，班主任就已经流下了满脸的泪，而庞凤华几乎是不省人事。我活不成了，班主任说。班主任到底把闷在心里的话捅出去了，一股悲伤涌进庞凤华的心房。庞凤华软了，闭上了眼睛，说：带上我一起死。窗户纸给捅开了，班主任和庞凤华的这道窗户纸到底给捅开了。这是怎样的贴心贴肺？他们原来是爱，一直在爱，偷偷摸摸的藏在心底，钻心刺骨的爱。然而现在对他们来说，最要紧的事情反而不再是爱，反而不是爱的表达，而是别的，需要他们共同面对，共同对付的。首先是这样的一件事，他们的事情绝对不能够败露，只有不败露，才有所谓的未来，才有所谓的希望。一旦败露，后果是绝对不堪设想的。这么一想，两个人都不敢再动了，越看越觉得对方陌生，不敢看，不敢相信，紧张的气都喘不过来，就好像身边有无数颗雷，稍不留神就是轰的一声巨响。班主任喘着气，仔细谛听过窗外，伤心地说：你懂吗？庞凤华瞪着一双泪眼，点了点头。他这个当学生的怎么能够不懂呢？班主任还是不放心，说：你告诉我，懂吗？庞凤华失声痛哭，说：懂的。